우리는 전쟁을 바라지 않지만 결코 피할 생각 또한 없습니다. 일단 전쟁이 우리 앞에 현실로 다가온다면 절대로 피하는 데 노력하지 않을 것이며这是金正恩在2024年1月15号的施政演讲中特别提及的话，也是在这次演讲中，朝鲜决定将从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国和永远的主敌。这些话乍一听没有任何问题，毕竟现在朝韩关系十分紧张。但知道朝鲜此前的对韩国的称呼后，你就会明白，金正恩这个决定完全违背了开国领袖金日成的意愿。然而，这样的决定并不算啥，违背祖宗的决定，金正恩做的还真不少。2024年1月15号，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次会议15号在首都平壤万寿台议事堂举行。金正恩发表施政演说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从现在起韩国将被界定为朝鲜的头号敌人，并将此写入宪法，用法规和对策明确规定行使主权的相关。此言一出，举世哗然。此前，朝鲜曾称美国为最大的主要敌人，如今这个头衔又落到了韩国头上。金正恩表示，应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永远的主敌，并列上应在发生战争时完全占领、平定、收复大韩民国等。非但如此，金正恩还明确命令禁止居民使用3000里锦绣江山、8000万同胞等误导朝韩为同族的词汇，从朝鲜民族历史中彻底摒弃统一、和解、同族概念，应删除宪法中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措辞，并为此修改宪法。这意味着金正恩彻底放弃了和平统一半岛的念头。日后若想见到朝韩统一，唯一的可能性是一方战争取胜。金正恩这番讲话无疑将两国关系彻底推向深渊。但从朝鲜政府动向来看，金正恩将韩国定义为敌国并非毫无预兆。2023年12月底，金正恩就表示，朝韩关系再也不是同族关系，而是完全敌对双方。他强调要重新确定对北南关系和统一政策的立场。金正恩15号的宣示只是朝鲜重新定义朝韩关系后的进一步行动，且仅仅是两国敌对的一个小小开端。就在金正恩宣布将韩国列为头号敌人的同时，平壤统一大道的统一门应声倒地。朝鲜统一门又名统一塔，正式名称为祖国统一3大宪章纪念塔。这座门形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发表的3大统一宪章而建立的，象征着自主、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统一门建立于2001年，是在200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朝韩峰会之后建成。它高30米，占地5500平方。设计上是2位身穿传统朝鲜礼服的朝鲜北方和南方2位姑娘，联手举起一个纪念盾牌，盾牌上雕刻着整个朝鲜的地形图，象征着朝鲜人民团结一致，代表着南北和平统一的夙愿。然而，目前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曾经象征朝韩统一希望的拱门已经不复存在。除了拆除统一门，金正恩政府也通过一系列断绝朝韩往来、加剧关系恶化的举措。今年年初，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宣布废除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朝韩事务机构，首先从沟通渠道上终止双方往来。再到上个月，朝鲜切断两国铁路、公路交通，从现实意义上断绝与韩国联系。平壤政府一度宣称将永久切断、封锁朝韩国界。随后，38线附近多地开始出现小规模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战争机器时不时亮相远东。朝鲜方面放出狠话，要终结掉韩国政权。此时的朝鲜半岛俨然有了一股风雨欲来的味道。然而，现如今这幅景象与金日成的统一大业无疑是相悖的。从朝鲜建国开始，金日成就将统一南北朝鲜视作终生大业，并做出了一系列努力。金日成对朝鲜半岛统一的展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例如，金日成曾提出以联邦制的方式实现南北统一。1960年，金日成提出了联邦制统一的初步设想，主张各自为政，两边政府独立运转，互不干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双方共同组成的最高民族委员会，负责商讨南北共同关注的经济、文化发展，逐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1972年，金日成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团结3项原则，意图通过不诉诸武力的方法解决统一问题。在统一问题上可谓是诚意满满。1980年，不死心的金日成进一步提出了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具体构想，这将是一个松散的南北政府间的联盟，对外以统一国家的名义出现。在这个联邦共和国下，南北政权互不干扰、互不侵犯，不存在谁压迫谁、谁领导谁一说，各自依然延续之前的政治制度。当然，金日成也强调，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不允许外国军队驻扎，不与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旨在创建一个完全中立的国家。
简而言之，这个国家必须是绝对独立的，且南北两边友好共存，不受外部干涉，从而让双方民众享受安定和平生活。至于美国军队也必须撤离朝鲜半岛，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外来势力不再干涉的情况下，南北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统一。金日成的这些展望和方案，虽然由于朝韩之间的深刻分歧、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等因素，最终未能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设想为后来的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思考角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切实推进了两国关系变迁，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那段日子。1985年12月，随着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两国关系走向解冻。韩国总统卢泰愚表示，不会再将朝鲜视作敌人，而是同一民族家庭的一员。两国20多年隔绝局面被打破，开始互相接触，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象征南北统一的统一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然而，金正恩当下的种种举措无疑是对祖辈夙愿的违背。那么，金正恩到底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放弃和平统一的愿景？探究金正恩一系列动作的根源，必然要从美韩两国近年来的种种动作入手。朝鲜半岛作为美国妄图制衡中俄、插足亚太事务的一块重要跳板，美国人自始至终都未放弃对这里的经营。去年4月底，美韩发表华盛顿宣言，宣布成立所谓的美韩核磋商小组机制。去年7月和12月，美韩又2次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借机扩大美韩核危机磋商，新增美韩军事训练和模拟演习。美韩在半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无疑在时刻挑动着朝鲜的敏感神经。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美国宣布要在朝鲜半岛恢复并扩大部署战略核资产，美军核动力航母、核潜艇和可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纷纷现身半岛地区。除美韩联动外，美日韩三方也围绕半岛局势加紧整合。三国不仅推动朝鲜导弹情报共享机制，举行海上演习，还借助去年8月举行的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晤，加紧拼凑三国军事同盟。韩国尹锡悦上台后，对朝军事压迫愈发强烈，并一再加强对朝渗透。美其名曰要通过自由民主来统一半岛。在2024年元旦的新年致辞上，尹锡悦公然表示，今年上半年将完成升级的美韩延伸威慑体系的构建工作。再加上今年10月份的韩国无人机入侵朝鲜领空，肆意发放传单事件，朝鲜政府彻底爆发了。金正恩在讲话中直接炮轰三国，称美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的暴徒头子聚到了一起。种种切断朝韩联系、放弃和平统一的举措，只是金正恩吹响反击号角的第一步。朝鲜的军事动向同样毫不手软。从去年开始，朝鲜人民军西南海域多次进行实弹射击演习，韩军也屡屡实施海上射击训练加以回应。延坪岛、白屿岛等附近区域还根据韩军方要求，已经多次向当地居民下达疏散令。正如外界所言，由于美国等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活动，如今朝鲜半岛水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战争装备集结水域，最不稳定的核战争危险水域。在这一背景下，两国和平往来已成奢望，更别提和平统一。金正恩种种过激行为，也不过是面对美国施压的自保之举。我们的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但从来没人敢提出抱怨。这是前朝鲜人民军军官李明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一句话，向世人展示了朝鲜近乎变态的军队生存法则。朝鲜这个国家人口也就2588万左右，在国际制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偏偏军队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役军人就有120万，放眼全球，这军队规模能排到第4，跟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那是相当不匹配。说起来，朝鲜的国力和军力差距大得离谱。2024年，朝鲜的 GDP 在全球排名第130位，西方国家对他们长期封锁。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朝鲜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军事领域，朝鲜在全球军事排名中居然能位居30左右，这反差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其实这一切都跟朝鲜的先军思想脱不开关系。从建国开始，朝鲜就奉行先军思想，把军事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搞全民皆兵，结果朝鲜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人口刚过2500万的国家里，现役军人约120万，平均下来每21个公民里就有1个当兵的。然而再把650万预备役和78万准军事部队算进去，军事体系吸纳的劳动力接近全国人口的 30%， 这比例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的国家。这种极端军事化的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1987年，朝鲜推行全社会要塞化政策，
那时候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 3.1%， 而同期的中国这比例才 0.4%， 苏联是 1.8%。到了2025年，朝鲜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例飙升到了 4.6%， 每年得有大约 16.2 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这人数超过了同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1/3。韩国统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朝鲜人力资源白皮书里提到，朝鲜18到30岁的男性 92.7% 都被强制征兵，而韩国同期的服役率只有 63.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修订的兵役法把女性的服役年龄从17至23岁延长到了30岁。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适龄女性，每个月还得参加72小时的军事训练。朝鲜的兵役周期也是一延再延。2022年，金正恩签署了关于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定，陆军服役期从10年延长到了13年，海军从7年延长到10年。到2025年，军队里30岁以上的士兵占比达到了 19.3%， 创下历史新高。在平壤防卫司令部这样的核心部队，精英家庭出身的军官服役到50岁才退役，他们的子女接着被送进军校，军事精英世代传承。普通农民子弟就算退役了，也得加入红色青年禁卫队，60岁之前每年都得参加至少45天的实弹演习。这种全民终身军事化的制度，让朝鲜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肩膀上都可能扛着步枪。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朝鲜到底咋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答案藏在全社会资源的集中供给里。先说粮食，联合国农粮组织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朝鲜民用粮食配合过去3年一直维持在每天380到420克，其中 30% 得靠国际援助和进口。军队这边完全不一样，掌控着全国 87% 的可耕地，差不多180万公顷，自己搞了个第2粮食战线，实现了自给自足。像驻扎在两江道的第7军团农场，2023年引进了中国辽宁的覆膜栽培技术，玉米单产直接提升到每公顷 5.8 吨，比普通农业合作社的量产高出 120%。这些军管田产出的粮食不仅够军队自己吃，还有盈余，通过平壤光复街的军方商店给高级军官家庭提供特供。再看能源，军队的优先性体现得明明白白。在平壤，普通家庭每天只能用上4小时电，可位于南浦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有独立的燃煤电厂，一天的消耗量相当于 2.5 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量总和。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 43% 都被军用卡车运到了地下油库，而且朝鲜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离不开能源的优先供给。比如说平壤南道的顺川磷肥厂，白天生产农业化肥，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用电池原料生产线，妥妥的军事资源一部分。面对国际制裁和封锁，朝鲜军方也没坐以待毙，搞出了自己的危机转化能力。2024年9月，台风苏拉袭击黄海道，20万人瞬间失去家园，可军方反应迅速，马上启动战时赈灾预案，把 40% 的国际援助粮食都转运到了军事仓库，还有生物资源也被朝鲜军方军事化利用起来。两江道的长白山药用植物研究所每年采集15吨野生人参，其中 90% 用来给军官制作滋补剂，剩下的就通过丹江口岸出口赚外汇。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朝鲜全国 37% 的民用工厂都被强制改造，装上了武器制造模块，工人们还得掌握把农用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运兵车的技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东边3公里的第47人民工厂，工人白天生产儿童书包，午后就切换到防毒面具零部件的组装，这就是朝鲜自创的平战双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既能生产民用产品，又能组装军用装备。虽然朝鲜这样不顾一切搞军队多少有点牵强，但是他们养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就拿俄乌前线的表现来说，美国 CNN 都承认朝鲜特种部队作战勇猛，乌克兰士兵也说朝鲜士兵灵活走位，用3-3制战术打得乌军措不及手。他们不怕死，为了冲锋快，直接扔掉头盔和防弹衣，单兵能带300发子弹和一堆手榴弹，只要有小组突破防线，就能靠弹药死守等增援。装备上朝鲜也不含糊，陆军有先军915坦克，性能直追早期的 T72， KN25 型600毫米火箭炮据说能打40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防空的 KN06 导弹比 S300 还厉害，导弹部队的火星炮11能打500公里，带核弹头威慑力十足。轻武器从仿制 AK 到自研新款，不断更新换代。朝鲜军队战斗力这么强，背后离不开扎实的思想建设。朝鲜领导人一直很重视这方面，金正恩要求人民军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革命思想
牢牢武装自己，把人民军打造成思想和道德的强军。每次视察部队，他都先去参观部队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叮嘱要传承伟大领袖们的军事思想和建军业绩。而且在朝鲜，从军队高层到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日常重点工作。在军营里，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朝鲜的革命历史、国家的发展理念。通过这些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心里都装着要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坚定信念。这种思想建设让朝鲜军人在战场上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同时朝鲜也不忘通过文艺活动来激励自己的战士们，并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朝鲜有专门的人民军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队里搞文艺演出，给官兵们加油打气，提升大家的精神面貌。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唱歌、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这些文艺宣传队不仅在军营里表演，还会走到社会上，在遇到自然灾害或生产困难时，到现场为民众和军人加油鼓劲儿。像在农业生产遭遇难题的时候，文艺宣传队就会到田间地头，用精彩的表演给农民和参与农业支援的军人带来欢乐和力量，激励大家战胜困难。还有朝鲜的一些艺术团体会专门为军队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音乐舞蹈综合演出，用白头山枪杆子迎举最后胜利。里边的节目像混声合唱，飘着最高司令官旗夺取胜利，舞蹈我们的枪杆子的都充满了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让军人看了热血沸腾，更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且军主们也会开展文艺活动，诗朗诵、乐器弹唱等节目，丰富了军队的文化生活，给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朝鲜靠着这种极端的军事化模式，维持住了全球第4大军队的规模。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军队在战斗意志、战术运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也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全国的资源都往军队倾斜，民众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朝鲜这么重视军事，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很容易就会被欺负。您觉得朝鲜用这种模式养出的100万大军，到底是国家的护身符，还是发展的枷锁？来评论区唠两句。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